正在东南亚进行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周二在新加坡发表讲话时称，印太地区对美国的安全和繁荣至关重要。他还妄称北京的行动破坏了基于规则的秩序，威胁各国主权。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美方总试图拿规则秩序为自己的自私自利和霸凌霸道进行辩护，但是现在又有几个人会相信呢？的确，美国的信誉早已大不如前。当天晚些时候，哈里斯离开新加坡前往越南，而对于他的越南之行，国际社会最关注的却依然是阿富汗局势。连日来，喀布尔的混乱让人联想到越战结束时美军撤离西贡的名场面。哈里斯此次亚洲之行正值全球芯片短缺严重威胁美国汽车和消费电子行业生产之际，通用汽车的 CEO 就曾向哈里斯反映，由于芯片供应短缺，通用汽车和其他汽车制造商一直在艰难维持着工厂运营，这限制了他们的产量，重创了美国经济。近几个月来，白宫也一直在与业界和议员们商讨缓解芯片短缺危机的方法，不过迄今为止收效甚微。美媒指出，哈里斯此行的一个目的正是与芯片供应链重要国家建立良好贸易关系。周二，哈里斯在新加坡主持了一个有关供应链安全与合作的圆桌讨论会，多名企业代表出席。 The caution that if you want to have Christmas toys for your children, it might be the time to start buying them because the delay may be many months. So across the board, people are experiencing the issue. 哈里斯表示，美国对新加坡和越南等地区的供应链比较依赖，因此召开此次讨论会正是为了寻求缓解危机的方法，并推进可能的合作。事实上，新加坡政府也一直在寻求芯片制造人才，并努力提高芯片制造能力。总部位于美国的全球第3大半导体代工厂格罗方德近期就表示，计划斥资40亿美元在新加坡建一家工厂，计划于2023年开工。据悉，该工厂将主要满足于智能手机和汽车的芯片需求。在结束新加坡访问之前，哈里斯周二还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发表讲话，重申美国想要推进与印太地区盟友的伙伴关系的决心。哈里斯称，美国致力于地区和平与稳定、海洋自由、畅通无阻的商贸活动、推进人权以及一个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I am here to reaffirm our commitment to that vision, to strengthen it, and to make sure it addresses the challenges of today and of tomorrow. To do that, we will invest our time and our energy to fortify our key partnerships, including with Singapore and Vietnam. 哈里斯在讲话中反复提及承诺二字，并称周一他在樟宜海军基地参观的美国海军塔尔萨号滨海战斗舰，正是美国和新加坡两国之间深刻持久的安全伙伴关系的象征，也是美国对这一地区的安全承诺。随后，哈里斯话锋一转，妄称中国是该地区的秩序破坏者。北京的行动威胁到周边各国主权。外界注意到，哈里斯花费相当篇幅渲染中国威胁后，又称美国无意让东南亚国家选边站。Our common interests are not zero-sum. Our engagement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Indo-Pacific is not against any one country, nor is it designed to make anyone choose between countries. Instead, our engagement is about advancing an optimistic vision that we have. 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周二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表示，当前阿富汗发生的事情清楚地告诉人们，什么是美国所想的规则，什么是美国所谓的秩序。美国可以肆意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军事干涉，而不必为这个国家的人民所遭受的苦难负责。美国可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而不必征求其盟国和国际社会的意见。为了维护美国第一，美国可以任意的抹黑、打压、胁迫、霸凌其他国家，而不必付出任何的代价。这就是美国想要的秩序。美方总试图拿规则、秩序为自己的自私自利和霸凌霸道行径辩护，但是现在又有几个人会相信呢？周二晚些时候，哈里斯离开新加坡飞往越南，成为访问河内的首位美国副总统。美媒披露，哈里斯将会在越南继续讨论地区安全和气候变化问题。
不过，对于他的越南行，国际社会最关注的当然还是阿富汗局势。外界关注此时出访越南的哈里斯究竟要如何展示美国政府的可靠性。毕竟，就在7月初，拜登还信誓旦旦地表示，美国的西贡噩梦不会重演。不料1个月之后，拜登就被现实打脸。Is a Taliban takeover of Afghanistan now inevitable? No, it is not. Because you have the Afghan troops have 300,000 well equipped as any army in the world, and an air force against something like 75,000 Taliban. It is not inevitable. There's going to be no circumstance where you see people being lifted off the roof of a embassy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Afghanistan. 美国骨子里呢是一个霸权主义的国家，美国呢完全是从自身利益来考量它的所有的政策和行为的，所以呢东南亚国家呢相信呢从一系列的历史的教训中呢是可以吸取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验，也就是说呢美国的可信度呢是非常低的，这个呢对美国与东南亚即将展开的所谓的合作，以及美国的所谓的政策重心的转移等等的，都会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挑战。另外呢，有观察认为，东南亚被拜登政府视为建构印太战略的短板，但短板难以补齐的原因是拜登团队继续脱离现实，一味鼓吹大国竞争，忽略东盟国家致力于和平发展的愿望。那对此您怎么来看？东盟国家早就说过，大象打架，小草遭殃。谁在这个关乎人心向背的问题上开倒车，谁就失去这场竞争。遗憾的是，已然在经济、科技、外交等等领域失去绝对霸权的美国，越来越迷信硕果仅存的军事霸权，把本不是问题的安全说得天都要塌了，继续在东南亚搞小圈子。这真应了那句话：当美国人手里只剩下锤子的时候，他所见到的一切就全是钉子了。我还是举一个新加坡政要的话来证明这一点，那就是该国的前外长杨荣文，他老早就规劝美国的同行，你越是围堵切割中国，就越是让东南亚巴尔干化，就越把东盟各国推到态度温和、追求共赢的中国一边。可以肯定，今天没有哪一个东盟国家愿与中国为敌，中国已经是或者正在是东盟各国的头号贸易伙伴，大家都在抢中国的游客和投资。杨荣文用数字来说话，今天东盟的人口只有中国的1半，可 GDP 更是只有中国的1/5，而中国的 GDP 要追上美国，也要不了一代人的时间了。更具讽刺的是，美国第一的政策没有随特朗普的下台而消失，拜登政府近乎死道友不死贫道的做派，已然使东盟国家得出了结论：美国外交基本是交易性的，所有政治贸易问题都当成可能只是一时的交易来谈判。事实上，如果美国真想像中国那样赢得东盟国家的心，那就不妨学学我们这样做，尊重而不是强迫他们做什么，支持他们所期待的东盟内部团结，而不是破坏他们的团结。这样，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就非常可期，而且这个越做越大的蛋糕里，美国也会分到不少，至少不比美国挥刀弄枪、耀武扬威来得少。好的，非常感谢吴健先生在上海演播室的在线解读，谢谢。